所谓事事如棋局局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局势在美国的捣乱下逐渐混乱，各国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增加。美国时常把维护地区挂在嘴边，但其实自己就是破坏地区安全的最大破坏者。他们以各种理由来挑拨两国之间的关系，其实目的就是制造混乱。因为美国人的想法是，只有这样混乱，才能迫使其他国家减缓发展的速度，从而维护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而在这样的趋势下，近日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火药味可谓是越来越浓。由于白俄罗斯上万名难民拥挤在波兰边境，这样的消息引起了欧盟的注意。有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欧盟27国大使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紧急会议，来商讨难民拥挤在边境造成的人道危机。随后，各国大使一致认为，白俄罗斯的难民集结边境是白俄罗斯的鼓励所引起的，所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混合攻击。对此，欧盟方面也将给出对白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方案，预计将在本月中旬的会议上可以通过。但是面对欧盟这样的说法，白俄罗斯并不买账，他们拒绝了欧盟这样无理由的揣测。随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如果欧盟执意要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那白俄必定会为此做出回应。卢卡申科称，当前白俄罗斯正在为欧洲供暖，但是欧洲却要威胁白俄罗斯，所以切断天然气供应可能是白俄罗斯需要应对欧盟新一轮制裁的主要方式。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的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近。前几天，两国总统举行了视频会议，还签署了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的文件。对此，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俄白即将合并、苏联回归等消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欧盟真的对白俄罗斯下了手，那俄罗斯也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当前时间段对欧盟并不利，因为寒冬已经来临。如果白俄罗斯真要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的话，那这对欧盟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也很快给出了回应。俄副外长直接放出狠话，宣称如果欧盟真的制裁，那俄方必定力保白俄的消息。总而言之，如今俄罗斯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从俄白当前的趋势上来看，俄罗斯给白俄撑腰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所以欧盟还是应该慎重选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为好。众所周知，北约其实就是美国为了能够牵制俄罗斯而拉拢了一些国家成立的组织。因为俄罗斯在国防实力的强悍，对美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威胁，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死对头。但美国很狡猾，不愿意正面去和俄罗斯发生冲突，所以就想利用北约来间接的对抗俄罗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约和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向来都是不稳定的，双方一直都存在着矛盾。再加上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内看到俄罗斯的发展后，就加大了对北约的教唆，北约更是按捺不住野心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同一天内，俄罗斯空军防空导弹部队在黑海上空以及乌克兰领空发现了4架北约的侦察机，这些飞机的所有行动都被俄罗斯空军部队的雷达跟踪监视。据悉，这4架侦察机分别是由美国的3架 RC-135、U2、P-8A 侦察机和1架法国的 C-160G 组成。当天，这4架侦察机在逼近俄罗斯30到70公里，包括黑海上空的多个地点飞行。而这样的行动也被俄罗斯认定为是在收集俄军防空系统的相关数据。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从侦察机的型号组成来看，这样的行动肯定还是美国在作祟，恶意的举行不必要的侦察行动，造成双方的矛盾持续升温。这样的行动是危险的。美国时常把维护国际安全、维护地区安全挂在嘴头上，用来批评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正常的举动。难道多次派军机在其他国家的两国进行干扰，就是维护地区安全的行为吗？这无疑是表露出了美国无比恶劣的内心。世界各国应该尽早看清美国的内心有多凶险。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北约这样的举动，俄罗斯高官也怒了。有消息报道，近日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已经多次发现了北约在黑海的异常举动，北约多次在那里增加他们的活动量，这也说明了在那里发生冲突的风险正在逐步提高。他们的举动就是对俄罗斯的挑衅，企图试探俄罗斯的强硬度。北约在黑海集结并活动，无疑是在玩火。莫斯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想法，并准备回应。总之，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是非常严重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向往和平，但是美国却要一再的破坏国际社会安全稳定的局势，这种行为是很可耻。所以，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抵制美国这样的举动，这样他们才可能从自己的霸主梦中清醒。众所周知，美国航母接连在南海进行碰瓷，一度沦为大家抨击美军的一点。而身为搞事情的本人，美国看似不知情，也对这件恼怒民众的事情一点都不在意。而美军也很好的继承了这一点，将厚脸皮这一项技能发挥到了极致。
对于美军航母卡尔文森号正在南海航行一事，美国国防部表现得非常高调，直接将美军航母进行摆拍，并对外进行公布。毫无疑问，这张图片就是美军在炫耀，想要向外界展示自身的丰功伟绩。这消息很快得到传播，并引起了热议。大家心里都明白，美军的嘚瑟就是想要别人的夸赞，但事实与之相反，这些行为反而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对其就是一顿怒斥。有意思的是，美国人也加入这个战场，直接在线拆台，让场面一度尴尬。有人直言美军该行为太幼稚，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做点好事，对美国内部进行相关改善，而不是在这里舔着脸往上凑。也有人认为美国装样子太不走心了，这么多的4代机是怎么回事，简直太丢人了。更有人不留情面，直接讲这些飞机根本就没用，一架无人机就可以让其夭折。事实证明，美国人还是有远见之明的，不知道的人就以为美军这是来度假的，但明眼人都能明白，美军这是在妥妥的送火把。美军航母是很大，但肚子里就不知道能兜多少墨水了。狂妄无知永远是一大弊端，而这将成为美军的最致命缺点。美军这些行为也很好理解，就是通过炫耀武力进行军事威慑。所谓的自由航行，就是美军想要达成自身目的，从而获取更多好处的手段。无论是4国军演还是5国军演，都是美军明面上行使的小伎俩，旨在对中俄进行施压，从而进行掠夺财富。对于美国这一行为，一枚也给出嘲讽，直言这就像爱因斯坦所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件事情，却总幻想着能有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美军在亚太的部署完全就是无用功，只是在白白浪费力气罢了。对此只能说美国太过天真，100年前的历史不会上演，而其也注定失败。美国人怼完，一枚开始怼，已经暴露出了现如今美国的窘境。如果美国还是选择一意孤行，其结果可想而知。日前，在不到48小时时间内，北约兵分3路，似乎要从海陆空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进攻。率先打头阵的是美国海军。据光明网援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美国海军第6舰队对外宣称，2艘美国军舰已经离开格鲁吉亚港口，并奔赴黑海，继续对俄开展行动。众所周知，北约保持在黑海军事存在，相当于是触及到了俄罗斯的红线，而北约国家频繁在黑海出现，本质上是对俄罗斯的一种军事试探。但是这次情况又略显不同，除了北约军舰到此外，北约的空军和陆军也将目标瞄准了俄罗斯。英国《太阳报》报道了美德在同一天的另一个挑衅举动。据悉，美国试图在德国重启核作战部队，并部署爱鹰远程高超声速导弹。这些导弹的威慑到底有多大呢？按照美军人士的说法，这些导弹凭借着4000英里每小时的飞行速度，可在21分钟30秒内轰炸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俗话说得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在这一攻击速度下，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恐怕也来不及反应，这足以见得美德这一动作威胁之大。而在空军上，英国侦察机也响应了这一包围行动，从空中开始对俄罗斯进行抵近侦察。可以说，北约海陆空全方位逼近俄罗斯，局面已经非常严峻。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普京却罕见沉默了。太阳报表示，对于这一局势，目前还未见俄方回应。按照战斗民族的特性来说，这是极为反常的。但若是仔细思考，就会知道俄罗斯的这一反应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从这一局势来看，俄罗斯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已然十分严峻。尽管俄罗斯军力强大，但是双拳难敌四脚的现实正残酷上演。更加让人担忧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根本无法支撑其同北约来一场大战。在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核大战是没有讨论意义的，因为开始也即意味着结束。在过去的2020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7%，这也直接决定现在的俄罗斯不能也不乐意去打仗。此时的沉默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俄罗斯也不会一直任由这种围堵局面持续下去，他们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如今，俄罗斯正同中国紧密合作，一场进博会让俄罗斯企业收获颇丰。按照这种势头下去，假以时日，俄罗斯经济必定会在中国的支持下回升。另外，事实也证明，在美国霸权围堵之下，中俄最好的应对之策是抱团取暖，等到时机成熟再来算总账也不迟。据《环球时报》援引印度 Times Now 新闻网报道称，日前，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在采访中宣称，印度的头号敌人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显然，比平拉瓦特的这一番话已经将他们的对话态度表达得十分清楚。也就是说，在解决边境争端上，印度根本没有诚心。仔细琢磨，印度国防参谋长的这番话似乎似曾相识。早在去年，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在一次活动上也表示，将中国视作
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显而易见，美印两国军官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美国说出这番话可以理解，毕竟中美实力处在同一个层级，但是印度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实力。不得不说，印度学美国样学的挺像，但就是实力过于拉胯。印度国内专家也曾对这一滑稽的现象做出过解释，认为印度之所以热衷于同中国做比较，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认为中国十分强大，只有赢过中国才能证明自己也是真的强大。但是就目前而言，印度还完全没有这个实力同中国相提并论。这一点比平拉瓦特似乎也意识到了。除了说出中国是头号敌人这番话外，比平拉瓦特还表示，若是同中国开战，印度将争取美俄的支持，并补充道，印度需要美俄，两者都需要，技术来自西方，武器装备来自俄罗斯。从表面上来看，印度的这番话确实具有很大的威胁意味，这似乎表明了他们在边境引战的决心。印度在边境的最新动作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环球网援引今日印度以及印度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称，印度将会在中印边境西段部署该国性能最强大的导弹，也即同俄罗斯共同研制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听上去确实有点厉害，但是细细品味这番话，我们就能看清印度在边境的色厉内荏。可以明白的一点是，印度国防参谋长对印度的军力认知很清楚，他们明白单靠自己是无法同中国对抗的，因此他们需要同时获得美俄的支持。只不过这样的支持到底能支撑印度在对抗上走多远呢？这必须打个大大的问号。在看到印度这番叫嚣之后，我国人的回复也亮了。一位网友表示，这倒是个明白人，知道与中国为敌需要美俄共同支持才可以。所以说，印度这一豪言壮志，在中国看来完全就是个天大的笑话。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昌盛，实力日日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一个许多人认同的国际大国。而近日，国际社会上却接连传来两大好消息。11月13日，新华网传来消息，北美洲的巴拿马共和国在前一日宣布，从2022年起，巴拿马全国上下就要开始过春节，并且还会将春节融入巴拿马的旅游推介计划。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农历春节以后，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在过，就连巴拿马也会全国上下过这个节日，并且因为要作为国际旅游推广出去，那么也就是说，春节会成为巴拿马的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巴拿马愿意把春节作为自己的全国性节日，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代表中国文化对于巴拿马国内影响力越来越大，以及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越来越好。而且就目前来看，这种影响力还会给巴拿马带来一项极大的好处，那就是非常大的经济产出。就目前的数据表明，排除掉旅行人口，巴拿马现阶段已经有了20万华人长期居住。如此庞大的华人社区带给巴拿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巴拿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最新一届的春节庆祝活动，并且预计收益将超过1亿美元。不得不说，这个举动非常聪明，完全是一举两得。想来未来可能有更多的中国人会选择去巴拿马旅行。第二条消息，说实话应该算是好消息，但是不是真的就不一定了。但一旦是真的，那么不仅对于中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是一则非常好的消息，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会要迎来转机。众所周知，近些年因为中国日益强大，以至于让美国非常有危机感，总觉得中国会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于是让极度蒙蔽了双眼的美国就开始了极度频繁的示威活动，不是在我国边境搞军事行动，就是拉着盟友在亚太秀肌肉，而因此中美关系就开始了日渐冰冷。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媒体是接连传来捷报，例如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会进行视频会晤，以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中美刚刚发布了强化气候行动的联合宣言。从今年拜登上任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冷，一度下降至冰点，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有着非常频繁的沟通，只是之前沟通不是很顺利，而从这次气候大会直接宣布合作开始，就已然发出了积极信号，因为这代表了美国愿意沟通合作，再加上之前的视频会晤，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信号。从前美国就算找我国合作，说的依然是要搞所谓的竞争，并且伴随的一定是武力威慑，而这次却并不一样，一旦双方顺利沟通，这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对于美国来说，绝对会是一个共赢的局面。